这个老爷爷居然要带着妻子一起自杀。他趁妻子睡着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，当做最后的告别，然后偷偷解开了副驾驶的安全带。紧接着，爷爷又解开自己的。随后，他一脚油门，车子不安地咆哮起来，速度越来越快。等速度超过180码，爷爷闭上眼睛，准备一了百了。突然，刺耳的警笛声响起，把两位老人同时惊醒。爷爷虽然不甘心，但也只能乖乖地靠边停车。警察走到车旁，一眼就看出两位老人没有系安全带。他微笑着让爷爷提供驾驶证，可就在这时，奶奶突然发病。爷爷吓得不行，急忙一把将他按住。幸好警察并没有为难他们，看证件没问题就离开了现场。等警察走后，爷爷有些心虚地问奶奶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自杀？”奶奶傻笑起来，看似天真的眼神里包含了太多心酸。自杀失败，老两口只能灰溜溜地回家。第二天，奶奶恢复了正常。为了不让儿子发现自己的病情，她让儿子带上妻儿出远门旅游一趟。儿子很诧异，一口回绝。奶奶默默地叹了口气，痛苦地看向窗外。晚上，爷爷跌跌撞撞地回到家，发现整个家里烟雾弥漫，灶台上的锅烧得通红，差点引起火灾。爷爷急得破口大骂。奶奶正在犯病，傻愣愣地坐在凳子上发呆。看他这个样子，爷爷的心顿时软了下来。他默默地打开冰箱，拿出酱料，准备亲自做一顿晚饭。可就在这时，奶奶突然恢复了正常。她迷茫地打量着四周，对刚才发生的事完全没有印象，还奇怪地问爷爷家里怎么都是烟雾。然而爷爷刚想解释，奶奶却又犯病了。她迷迷糊糊地站起身，径直走回房间睡觉，担心病情恶化。爷爷来到医院，他表现得很激动，让医生赶紧安排手术。治得好算奶奶命大，治不好就当提前解脱。要是再这么拖下去，迟早会被儿子发现。医生要强的他不想自己和老伴变成负担，然而医生不敢答应这样的请求。老年痴呆症无法治愈，要么送养老院，要么就让家人寸步不离地守在身旁。听到这话，爷爷眼眶通红，绝望地瞪大了眼睛。整个白天，爷爷连续跑了几家医院，一直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开车回家。不料刚到家门口，他就看到发病的奶奶像行尸走肉一样漫无目的地在路边游荡。爷爷连忙打开车门，叫了好几遍，可奶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根本不认识他，还在跌跌撞撞地向前走。爷爷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只能开车默默地跟在后面。奶奶一直走到江边才停下，爷爷也紧随其后跟到这里。他试着和奶奶搭话，但奶奶看他的眼神完全像是在看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。相伴几十年的夫妻，此时却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尬聊。爷爷觉得很悲哀，很想把奶奶推到江里，自己再跟着跳下去。然而上次自杀失败后，他再也找不回寻死的勇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奶奶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。这天，爷爷接到儿媳的电话，说奶奶跳江自杀，被人给救了上来。他火急火燎地回到家，刚进门就看到奶奶浑身湿透，坐在地上发愣。爷爷气坏了，奶奶这是想抛下他，自己先走。没曾想，这时候奶奶居然又发病了。她猛地从地上窜起来，抓住爷爷的衣领，硬说爷爷是自己的仇人。等儿子好不容易把他们拉开，奶奶又夺门而出，跑到院子外面，抄起扫帚要把爷爷的车砸掉。全家人都吓坏了。儿子一把抢过扫帚，奶奶想了想，转身举起板凳，作势要砸。儿子赶紧把板凳接过来，可奶奶又盯上了门口的大花盆。母子俩一番争抢，等到爷爷出来，奶奶再次把矛头指向爷爷。她冲进院子，拿起锄头过来就想把爷爷的脑袋砸烂。爷爷毫不退缩，瞪着奶奶，大喊着让她清醒一点。不料奶奶突然发难，锄头高高落下，要不是爷爷躲得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爷爷崩溃了，他一把将奶奶推倒在地，愤怒的让儿子马上找一个最远最差的养老院，明天就把老太婆送过去，永远不要回来。这下儿子就是再傻也能看出来，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。第二天，他一言不发，带着爷爷和奶奶来到一个又老又破的养老院，这里完全符合爷爷的要求，地处深山，四周荒无人烟，房子又老又破，老人也寥寥无几。然而爷爷阴沉着脸，把儿子叫到跟前，狠狠地打了一巴掌。他昨天说的是气话，傻儿子居然信以为真，把他气得不轻。没一会儿，爷爷开车回到城里，把奶奶送进一所高档养老院。此时奶奶的脑袋很清醒，她清楚自己的状况，不想再给家人带来麻烦，于是洒脱的摆着手让儿子快点离开，不要操心。等儿子走后，奶奶表情一变，脸上写满了悲伤和不舍。窗外，爷爷假装生气不肯进来，但奶奶心里明白，她只是舍不得自己。看着车子缓缓开走，奶奶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她很想住在家里，帮家人做饭，抱抱可爱的孙女，再和爷爷一起去散步。可是患上老年痴呆，她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奶奶走后，爷爷在家过起了独居老人的日子，儿女们忙着工作学习，没人照顾他，平时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无聊时，他只能去跑跑出租，或者一个人到小酒馆里喝闷酒。更多的时候，爷爷哪儿也不去，独自待在家里，安静地躺在地板上，回忆着和奶奶年轻时的生活。
这天，爷爷实在忍不住，偷偷来到养老院，想和奶奶一起吃顿饭。可是他刚进门就看到奶奶正在大厅里发病，撒泼耍赖的样子，就像个可怜又无助的小孩。看到这一幕，爷爷的心狠狠地揪在一起，他红着眼眶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晚上，爷爷把奶奶带回家，小孙女兴奋地扑进奶奶怀里。可奶奶这会儿正在发病，错把孙女当成自己早已夭折的女儿，搞得全家都很无奈。等奶奶睡着，一家人坐在桌前谈判。儿子和儿媳很不理解，奶奶在养老院好好的，为何爷爷非要把包袱带回家里来？不料在这件事上，爷爷的态度很强硬。夫妇俩虽然不满，但也不敢造次。一开始，奶奶表现得很正常，虽然她总把孙女认作女儿，但只要没有过激的行为，日子就能凑合着过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全家还会出门野餐，享受三世同堂的幸福生活。然而，就在大家都以为奶奶的情况会有所好转时，意外却发生了。